前段时间，中国空军公布的一段青春的梦想宣传片，瞬间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。其中一架被黑布盖上的战斗机，更是让外界猜测中国的轰20或已经诞生。这部美媒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。据《环球时报》引引美国 The Drive 1月10号的报道称，在中国空军公布的招飞宣传片中，一架被黑布遮盖严严实实的大型轰炸机，在此次宣传片中十分鲜艳。通过黑布的轮廓，大概可以看出该轰炸机肩部至少有2个机器口，没有垂尾设计，并且整体保持一种流线型的外形姿态。随后画面一转，从飞行员头盔映射的画面可以看清这款大型轰炸机的真面目。这或许就是外界猜测的轰20隐形轰炸机，并且中国的轰20已取得重大进展，服役已接近倒计时。对此，美国军事专家泰勒·罗格威表示，此次通过中国空军公布的招飞视频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轰20轰炸机的设计与美国的幽灵隐形轰炸机 B2 极为相似，但在观测机身尺寸以及机首形状来看，轰20似乎更像美国最为先进的 B21突袭者轰炸机，中国的 B20轰炸机似乎将美国的 B2以及 B21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随后，美军专家补充道，通过中国官方公布的视频可以推测，中国的220轰炸机的弹药载荷量预计在20吨左右，飞行航程大约在5000公里，这与美国的 B21轰炸机极为相似。尽管中国的轰20战机可能在某些方面不敌美国的 B2轰炸机，但轰20的出现一下子将此前的轰6系列的轰炸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不仅如此，轰20轰炸机在导弹方面或许会配备一定数量的空射巡航导弹，例如如果轰20配备了长剑巡航导弹，那么轰20的打击范围或将提升到6500公里左右，这将使得轰20具备更为强劲的防区外打击能力。同样，也有军事专家指出，轰20的出现也将标志着中国轰炸机实现了更大的突破。要知道，美国部署在关岛的海军基地离中国的距离很近，然而轰20的出现能够给驻扎在美国的关岛基地构成巨大威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前有媒体就曾猜测轰6N配备的神秘导弹与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极为相似。如果轰20也具备携带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，那么轰20或将成为世界上首架具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击的隐形轰炸机。就目前而言，尽管官方就轰20轰炸机给出的信息量非常少，再加上中国空军官方也并未对此事进行证实，但通过中国空军的招飞视频可以看出，轰20已经进入收尾阶段。相信不久后，你们期待的轰20必将亮相。近年来，我国在深空探索领域中的发展非常迅猛。前不久，我国发射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的在月球上采集了月球土壤，并带回地球，并且我国发射的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的进展也十分顺利。然而，我国深空探索的脚步并没有止步于此。进入我国的这一领域中，再次传来新的消息。据媒体报道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官方表示，中国第一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蓄势待发，将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发射升空，预计它的在轨运行时间将不会低于4年。由此可见，我国在进行探月、探火任务之后，即将进入探日时代。不得不说，如果这次探日任务成功后，它将会在我国深空探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据了解，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，人类就向太空中先后发射了70多颗太阳探测相关卫星。虽然说我国在早些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夸父计划、太阳全景等太阳观测计划，但是我国基本上却没有开展这一系列的探日任务。我国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则是太阳全景太阳观测计划的一部分。根据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的设计重量大约为1吨，它上面搭载了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、全日面太阳矢量磁像仪以及太阳映 X 射线成像仪3个主要载荷。由此可见，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将具有非常强大的观测能力。那么探日任务对人类对我国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据分析，众所周知，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太阳。虽然说太阳离地球的距离非常远，但是太阳对人类的活动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它的每一次动向基本上都会影响着太阳系其他星球的活动。虽然说人类现代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，但是太阳对这些高科技产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早在2003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产生的磁云裹挟着大量的带电高能粒子，就对欧美国家的一些科学卫星带来了损害。不仅如此，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。虽然说这只是太阳的一次小活动，但是它对人类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，探测太阳对于人类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不仅如此，深空探索对于目前这个时代来说是一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竞争。所以说，我们即使不能抢占先机，也不能与其他国家相差太远。
此外，深空探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展示科技水平的一个契机，并且我们在发展深空探索科技的同时，也能衍生出其他技术。这样一来，我国的科技水平将能够变得更高。中国003型弹射型航母在上海已经初见泥端，一部分机库模块已经安装，航母在几年内下水。与之配套的歼15弹射型也被官方透露，歼15将可以全挂载在航母弹射起飞，作战能力比滑跃起飞有很大进步。航母最为关键装备舰载预警机也在去年初步亮相，被军迷朋友们誉为空警600。该机为双发螺旋桨飞机，机背安装有蘑菇型雷达罩，作战能力对标美军的 E-2D 舰载预警机。作为专门为航母开发的舰载预警机，空警600的机身是全新开发，并不是从现有的运输机改造过来。由于航母装备的预警机数量少，每艘航母配备3到4架，即使中国未来有6到8艘航母，空警600的总产量40架上下，平均每架空警600的造价就非常惊人，或许比4到5架歼15还要贵。但是如果利用空警600的机身改造为其他功能的舰载机和陆基运输机，那么这款飞机的研发成本就可以分摊，空警600的单价也同步下降，也能丰富航母的舰载机种类和航母的综合作战能力。空警600机体的运载性能和短距离起飞能力都比同类双发运输机要强一大截，两台最新型涡扇发动机的动力比现役的运8、运9都要强力，更不用说60、70年代研发的运7双发运输机了。因此，空警600的运输机版可以替代老旧的运7，成为中国新一代轻型运输机。同样，航母不但需要舰载预警机，也需要舰载反潜巡逻机和加油机。基于空警600的机身有潜力开发这两类特种机型。舰载反潜巡逻机对于中国航母来说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极大扩展中国航母编队的反潜范围。未来直20必定上航母和052D、055等驱逐舰作为反潜直升机。直20反潜半径和反潜武器搭载能力都远高于轻型的直9，不过与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相比都差远了。基于空警600机身的舰载反潜巡逻机作战性能，可以通过综合美国以前服役 S3 舰载反潜机，以及把 P3C 陆基反潜巡逻机分析推测以下性能：中国舰载反潜巡逻机飞行速度600公里每小时，续航约8小时，航程约4500千米。武器4到6枚324毫米反潜鱼雷，或者多于10枚深水炸弹，超过50个深海声呐浮标。而直20飞行速度低于300千米每小时，航程少于1000米，武器2枚反潜鱼雷，约30个声呐浮标。可见舰载反潜巡逻机综合作战能力远高于舰载直升机，因此中国航母编队装备3到4架这类飞机作为远程反潜机，把舰队反潜圈扩大到500公里以外，比直升机反潜范围扩大1倍以上。美军核潜艇想偷袭我国航母编队的难度大幅提升。另外一种基于空警600改装特种舰载机是舰载加油机。现在我军航母主要依靠歼15的伙伴加油扩大歼15的作战半径。根据歼15的载油量和油耗，一架歼15可以提供6到8吨燃料，为2到3架歼15续航1个小时左右。而用涡扇发动机的舰载加油机速度虽然慢，但是综合耗油远低于歼15的涡扇发动机，它可以比歼15提供更多的燃料，大概是2吨左右，可以为4到6架歼15续航1个小时左右。专业加油机效率是比战斗机改的加油机要好用。以研发空警600为契机，研发更多用途的轻型运载平台，实现一机多行，这才科学。